我没有利用你。通州之时，你曾问我，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利诱？对其他人或许如此，但对宁儿你，我又如何？当年上京之时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所以你自是与旁人不同。先生不必对当年之事耿耿于怀。京中诸事，先生数次相救，比起来，我那一点恩义又算得了什么？况且遇人危难，无论是谁，学生都会出手相帮的。也是，张遮端方，但太冷太直，与你本就不合适。失之，未必不是幸事。学生之事，又与先生何干？你若能坦然接受，我又何必跟你多费口舌？宁儿，你方才说命运难以掌控，但谢某一路走来，没有一件事不是狭路求生。20余载，与命运相争，连我这样的人都没有向命运低头，你又有什么理由向世间的规矩妥协？先生为何要与我说这些？你是我的学生，我不想看到你困于抑郁，失了常心。宫中的课虽然停了，但你的情谊已初窥门径，不可就此放弃。从明日起，继续来我府中学琴。先生，这件事情，我已经跟你父亲提前说过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再说，黄州之事，我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多之地有我的人，他们眼下已经安排妥当，你不必过于担忧。只是北地到底苦寒，侯爷前段时间旧伤有复发之势，好在如今已无大碍了。燕翎的性子本该无拘无束的，这黄州虽然比不上京城繁华，但也能任他辽阔遨游，不失为一件好事。那你呢？你也想离开京城，寻找一份自由？我自幼在乡间长大，曾也是一心向往京城的繁华。可来这儿走过一遭，发现繁华之下尽是疮痍，自由，我亦不敢奢求。这命运之下，或许没人能够逃脱得了掌控。观信中所言，可以知道这信寄过来已有一些时日了。先生如今才给我看，想来方才在宫门外叫住我，本不是为了这桩事。所以先生唤我来此，是想说什么？既然先生不肯说，那我便先告辞了。你个混账东西！你居然敢瞒着哀家做出这样的事儿来，你还让人抓了把柄！请姑母明鉴，此事与淑儿无关。姑母，跟你无关。你是哀家一手调教出来的，哀家能不知道你的手段？
哀家3番5次的告诫过你，在选妃之前，断不可再生出任何差错。那江雪会是什么东西？值得你这样自降身份吗？哀家就是这样教你的。姑母息怒，我也是担心殿下，害怕他被人蛊惑了心智，在选妃时闹出难堪，还请姑母看在薛家的情分上，再给淑儿一次机会。情分？哀家将你自幼带在身边教养，为的就是薛家。你呢，几次3番的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。上次玉如一案，哀家就告诫过你，做事务必谨慎，不可留下端倪。你这次居然让张遮当庭揭穿了你的下作行为，你把辛无畏、你爹、哀家都拖入了如此的下场，你让哀家如何给你留情分？姑母，淑儿不是有意的，姑母。你滚！姑母，淑儿不是有意的。姑母，淑儿不是有意的。姑母。娘娘，犯不着拿别人的错处同自己过不去，您凤体要紧呐。是否真的是哀家看错了人？老爷，混账东西，让我薛家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。你看看，你养的好女儿。老爷，要不我们求求太后娘娘吧，她一向疼淑儿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要是没有把柄的话，那还好说，可现在都是痴人说梦。我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我丢了薛家的脸，我做这一切，难道不是为了薛家？江雪您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女儿，上不惧以卵击石，当庭状告。可父亲您呢？您害女儿丢了王妃之位，为了薛家筹谋。可女儿难道说错了吗？她江雪宁前往通州与逆党厮混，分明是真。该名声毁尽的是她，不该是我。愚蠢的东西！敢跟我顶嘴！厮混逆党，还是忠义经国，那全在圣上的一句话。你以为你那些不入流的手段能抵得过圣上的金口玉言吗？父亲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谢威和张遮带着禁军往新无畏衙门去了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不得离开薛府半步，好好反省。淑儿，我看看。谢少师、张遮，你们这是何意？自是奉旨查案。今日圣上在朝上刚下的谕旨，难道国公这么快就忘了吗？查案可以，但你们带这么多禁军，是什么意思？江尚书所参涉及国公，我与张大人自然是要从新五位相关人等和历年卷宗查起，但此处毕竟是行伍之地，未免有小小之辈从中作梗。圣上特允谢某带禁军前来，怎么，国公连圣上的旨意也要抗？走。老爷，你怎能如此糊涂呀？那定国公薛远是什么人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可是当今圣上的亲舅，太后同母的胞弟呀。哪怕他薛家倒了，那太后还在呢。今日若非张大人和谢少师为你在御前说话，你觉得你能全身而退吗？好了，夫人，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骂我的。
我是想让你知道，这次流言确实是薛大姑娘所为，这起因嘛，正是灵子王选妃之事。他这次针对的不是你丫头，而是……老爷夫人，大姑娘来了，说是来请罪。是女儿。女儿与灵子王殿下有了私情，引起了薛氏忌惮，才惹出这诸多是非的。夫人，不可呀！你从小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你怎么如此糊涂，做出这种有辱门楣的事情来？你，哎呀，夫人呐，有话你好好的问，不要动手打他嘛！啊，母亲，我与殿下始于情，止于礼，绝未做出任何逾越之事，请母亲相信我。哎呀，是了，夫人啊，自家的孩子养到这么大了，慧丫头的品性你还不了解吗？啊，好，你现在主动来承认，我姑且不罚你，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，退出选妃，从此再也不见灵子王，免得搅进那些是非里。起来，慧儿，你一直在母亲身边，从小就是乖巧听话，从不违逆。这一次，便也听母亲的话吧。母亲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，我不会害你的。灵子王夜闯御书房的事情，你知道了吧？他为了你违逆太后，冲撞圣驾，你该明白他的心意。他的心意，我一直都知道，我也一直都相信。那你在害怕什么？薛家，你该明白，余恶躲不是办法，这也不是一时一刻，而是你一生的姻缘。那你觉得，我应该坚持吗？不是我觉得。江雪慧，你压抑了10多年，也是时候该问问你自己的心，到底想要什么？事在人为，若没试过，又怎知道不可以？只要你愿意参选，愿意踏出这一步，余下的路，自由我来走，好吗？请恕女儿不孝。女儿从小到大什么都听您的，但这一次，我想跟着我自己的心走，就这一次。你说什么？你敢再说一遍？夫人，请母亲成全。夫人，娘妈，拿家法来！哎，不至于啊！哎，我知道夫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江家上下的平安，可是你也应该知道，这薛家权势再大，他也不能只手遮天呐。这人有的时候啊，一味退让换来的不见得是平安，反而是别人更加过分的欺凌啊！再说了，夫人，现在这选妃的名次他已经定下来了，没有人能改变得了啊！好的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一个个心气挺大的，都不怕死吗？你们都姓江的对吧？哎呀，只有我是外人。夫人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不管了。母亲，快别喊我母亲。我带大的慧儿，没有这么忤逆不孝。夫人，大姑娘因选妃之事顶撞了夫人，之后她便自己罚了自己，一直在祠堂里跪着。不过她也没答应夫人放弃选妃，真没想到，大姑娘还有这么执着强硬的一天呢。或许这才是那里真正的她。这样也好，至少她终于想明白自己要什么了。听说夫人这次连老爷的气都生了，都不让老爷进屋了，
这也难怪夫人，这次的事听上去确实惊险。不过听说多亏了张大人和谢少师相助，才能平安无事呢。夫人不必担心，看着不像是出了什么事。殿下一个随从都没带，打扮的更是有些……走吧。江夫人，臣妇参见公主殿下。不知道公主殿下大驾光临寒舍，微服出访，夫人不必拘礼，我是来找宁宁的。哦。殿下怎么突然出宫了？还不是因为惦记你啊！二哥的婚事扯出那么多糟心的事儿，母后现在又不让你们进宫陪我了，我一个人实在是闷得慌，便向母后央了一天的假，出宫来玩。殿下难得出来，那我今日就当一回殿下的向导，带你好好玩一遭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带银子，今日吃定你了。这里果然有京城最美的景色，怪不得燕林以前总跟我吹嘘，原来宫外竟这般精彩。没有人天生愿意被困在牢笼之中，外面的人拼了命想挤进去，可一入宫门才发现，竟是此生难回。是啊，谁不愿意离开那儿呢？只可惜燕林有的选择，而我……殿下。往日你瞧着我开心，其实那是我装出来的样子。宁宁，一开始你也同他们一样，觉得我就是个爱繁华热闹、娇气跋扈的公主吧？其实我知道，我呢脾气不好，学识不好，旁人敬我畏我，但不会与我交心。只有你和燕林会同我说些真心话。如今燕林走了，二哥就快选妃成婚，阿叔又弄成这样，母后与皇兄之间也是暗流涌动。我原以为我只要这样快活下去，这些事都能与我无关，可惜啊，人生在世，自然各有各的责任。殿下生而高贵，免受寻常人家饥寒之苦，又能成日与亲人相伴，还结交过许多朋友。虽有这些烦恼，但也算得上是幸运的了。幸运吗？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宁愿不要这份幸运。如果可以，我不想生在帝王家，我也想离开皇宫，去寻那海阔天空。殿下，你今日究竟怎么了？可是宫中发生什么事了？才没有呢，这不是与你闲聊吗？等日后有机会，我让皇兄下旨，准了你我出去游山玩水，蜀中、金陵，还有那南面海上，我们都要一同去看看。那可一定要叫上燕林。对，到那时候，燕林一定已经成为大将军了，配宝剑，穿金甲，护送你我二人离开京城，一辈子也不回来。好。殿下，是时候该回宫了。不是准了我一日吗？怎么时辰还未到呢？天色已暗，圣上与太后娘娘都在担忧殿下的安危。若殿下还想再待一会儿，我等在此护卫殿下周全。
不必了，我这就跟你们回去。是。宁宁，我先回去了。最近宫里事多，你便不要入宫来了。殿下，究竟发生何事了？一切安好，你就放心吧。走吧。这。公主今日好像不太对劲，难道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我怎么了？我们方才听长卓说什么？他说听到消息，大悦城国叔提议联姻，圣上在考虑和亲之事。难怪他今日，可是为什么又提前了？什么又提前了？不行，我要入宫一趟。哎，姑娘，您说什么胡话呢？宫里这个时辰早就落月了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大约和亲，他会死。坐吧。公主要和亲的事，先生知道了。圣上还未下旨。先生既然知道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你今日过来是质问我吗？先生，公主不能去和亲，正因圣旨还未下，还有机会能改变。你想搅进这件事里？他待我有多好，先生知道的。方才在来此的路上，我听到了一些言语，心生一计，但我又有一些犹疑，故想问一问先生。不如先下一局。我不善下棋，做不到一步多算，不是先生的对手。下棋需算计，确系一法。但如果讨论围棋，更多讲的是势，算计乃是术，若能得势，方为得道。是。棋盘若将遇，棋子若兵卒。自古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一子得失或许微不足道，但若积久成势，则难以疏导，继而成患。是以执棋者当因势利导，如治民治水。人和棋子能一样吗？棋子由执棋者拨弄，可人心却是各有一颗，自己长在肚子里。下棋能拨弄棋子，可人心若说要拨弄，时势推英雄，英雄造时势。人心向背虽然难料，但若不慎思明辨，旁人稍加煽风点火，心随势走，又有何难？学生明白了，多谢先生。不问了。已有了答案。不过学生想向先生借一个人用用。看看那薛氏，真是一群废物。他们处心积虑搞倒了永义侯府，导致边关无人可用，
不能拒大越于关外。现如今，人家逼到了关外来，还要堂堂一个大前朝，推出个女儿家去和亲，才能保一朝平安。真是太有骨气了，办得太漂亮了。启帆兄，酒可以乱喝，话不能乱讲啊！你喝多了。翁某清醒得很，要按翁某说，祸是谁闯的，就该叫谁去填。干脆让薛氏的女儿去大越和亲，不好吗？样貌也好，要身份也有身份，这大越肯定高兴啊！启帆兄，咱们换个地方啊！来，人多眼杂。没喝呢，没事，走，没喝多，换个地方啊！哎呀，方才那人我知道，常来曾霄楼喝酒。听说还是个举人，叫翁昂，大伙叫他翁启帆，才华高得很，所以啊，恃才傲物，什么话都敢说。哎呀，怎么，江二姑娘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不是吧你？看上他什么了呀？明星啊？市井之中，1、2人之言或许微不足道，顷刻便会被埋没无息；但千人万人之言便不同了。我找你来，便是为此。你想左右民心啊？不是左右，是因势利导。民心本就存在，每个百姓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。翁昂如是，其他人亦是。对于大越的毁盟滋扰，对于公主和亲，对于薛家作为，百姓之中本就有许多谴责反对之声，只是这些都太散太弱。我想要的是让百姓的声音放大，聚成洪流，成为阻止公主和亲的力量。你混迹市井多时，该是认识一些人吧？这事啊，包我身上。不过吧，什么？要是想人多点儿，得要点这个。3万两，不够再找我拿。这真的假的呀？看不出来呀，你这么有钱。原本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用在了此时。不过你这事你找别人也行，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因为你姓薛啊，万一被人抓到，也是薛家的锅，与江家无关。我事情查得如何？江尚书说了，那桩旧案藏得很深，因为朝廷赈灾的银两都打着特定的记号。我用生意场上的人脉去摸查，在黑市上找到了专门核销印记的银行，这才有了线索。说是当日薛家贪墨之后，用这笔钱买了大量的军需。通州军营的军械，还有此处的军需，这薛远到底养了多少兵？不是，他囤这么多兵干嘛呀？造反啊？他胆子也太大了吧？此人急功近利，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。而且薛远心思极深，恐怕连太后也一并瞒了去。若真是如此，咱们对付薛家的计划就需要调整，免得他们狗急跳墙。宁儿那边怎么样？任姑娘大气，豪掷几万两，连眼睛都没带眨一下的。她为了救公主啊，真是什么都舍得出去啊。先生，外面周云之求见。周云之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谁啊？是个新武卫。新武卫？不是，来找你干嘛呀？他来自然有来的道理。周银之见过谢大人。周大人深夜来访，
所谓何事？实不相瞒，在下因为几次相助于二姑娘，在国公那边已经是受到猜忌了。我现在在星卫这，上上下下都受到限制，所以今夜特地前来想请教谢大人，银枝往后究竟该如何行事，还望您给指条明路啊。我曾听闻，这定国公在京城附近养了一些未登记在册的新武卫，刑部最近也一直在追查此案。若周大人真有心弃暗投明，不如先细心寻找一些证据，届时我上报圣上，一定不会忘了周大人您的功劳。谢大人的意思，银枝明白了。进宫了。公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尔去那凶险的大月和亲吗？只一是哀家的骨肉，他去得，你为何去不得？天下无父子，是你太蠢，不是哀家太狠心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，求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！王仁礼，来人！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，姑母！太监不仔细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哎呀！给我吧，宫中的路我都认得，想一个人进去，我自己出宫便是。是。眼下若想挽回民心，只可顺，不可逆啊！你就此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。姑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尔去那凶险的大月和亲吗？你把新武卫、你爹、哀家都拖入了如此的下场，你让哀家如何给你留情分？混账东西！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圣上，今夜在何处安歇呀？秦贵妃的身子越发重了，今夜若再不去看她，恐怕她又要过来闹。圣上，定国公府薛大姑娘有要事要面见圣上。叫她进来。是。圣上，那秦贵妃那边无妨。晚些再去也不迟。
表妹对朕这个表哥向来是不亲近的，如今这宫门都要下月了，你怎么跑到朕这儿来了？臣女今来是向圣上投诚。你我本算是一家，何来投诚一说？圣上励精图治，正值当年，如今秦贵妃怀有皇嗣，本应是大权当握，但内有太后娘娘干预朝政，外有薛家根深难除。圣上行事处处受人掣肘，如今朝中虽有人挖出了能够撼动薛家的旧案，然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要使巨木倾覆，连根拔起，也非一日之功。圣上若欲向薛氏一脉举刀，臣女愿献绵薄之力。哦，你愿意做朕的手中刀？是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姓薛，朕凭什么信你？姓薛又如何？在父亲和姑母眼中，我不过是一颗棋子，胡用了，随时便可丢弃。既然注定要做棋子，那阿叔自是愿意做这天下最尊贵之人的棋子。阿叔一夜未归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丫鬟不是说他昨日入宫去了吗？他有走宫中，侍奉太后也是常有的事情，我看不必为他担心。只是他这一次不顾我的命令，擅自出门。等他回来以后，必须家法伺候。王公公，恭喜国公爷了！何事恭喜啊？另爱昨夜留宿御书房，今晨已被封为贤妃娘娘，圣上命我来传旨，可不得恭喜国公吗？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谁让他来的？滚出去！母后息怒。是啊，您可别为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狐妹子，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后妃每日给娘娘请安是公规，既然您今日心情不佳，那臣妾明日再来。臣妾告退。阿叔，公主有话要同本宫说。为何要这样做？我做了什么？不知廉耻，自荐枕席。公主不妨问问自己，我走到这一步，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吗？我何时逼过你？没有逼我，你我多年情分，可在你心里，我却不如一个江雪宁。我与临淄王天生一对，可他却爱上了一个什么都不如我的江雪慧。他不愿娶我之时，你在哪里？我被薛家视为弃子之时，公主殿下，你又在哪里？
而今大悦来犯，该去和亲的人是你，又凭何要我代替你去？所以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是对的吗？你与我论对错，公主未曾尝过一切都失去的滋味，等到了那一时，便会知道，所有的人都会同我一样选择。这世上只有胜败，没有对错。